一首歌神許冠傑嘅最佳拍檔，令我哋諗起 King Kong 嘅鬼馬精靈、光頭佬嘅敦厚可愛。憑住層出不窮嘅劇情、豐滿立體嘅人物形象，電影最佳拍檔成為咗1980年代最經典嘅賣座電影系列，屢破咗香港電影票房紀錄。呢一套戲令到新藝城紅霸香港影壇，同邵氏嘉禾鼎足而立。回顧開創初期，始創人之一黃百鳴有佢一番嘅感慨。新藝城係喺80年8月成立嘅，咁啊整個80年代咧係新藝城都出現，咁啊喺嗰個時候咧，其實係80年代初嘅時候咧，係兩大公司係已經係壟斷咗成個粵語片市場嘅，就係邵氏同嘉禾。咁我哋初初未成立新藝城之前咧，就係我哋三個啦，麥嘉係導演，我係編劇，石天係演員。咁其實我哋係編導演三個組合，咁就成立咗一間細細嘅公司，叫做奮鬥公司。咁我哋拍一啲比較低成本嘅電影，咁啊，但係都幾賣座，嗰陣時都有200-300萬票房嘅，都唔錯嘅，都賺到錢嘅。咁而係當時有條叫做金公主院線咧，佢本身有好多戲院，但係佢無奈攞唔到一啲粵語片嘅大片，因為大片都控制喺邵氏、嘉禾兩大公司嘅手上邊。咁佢又想自己拍片，咁啊啱啊睇啱咗我哋呢間小小嘅奮鬥公司，於是就邀請我哋加盟，咁啊同佢合作，就成立咗新藝城。咁成立咗之後咧，佢哋係好好嘅，因為佢哋係唔會參與製作，全部放手俾我哋三個去搞。咁所以我哋嘅自由度係相當高嘅。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候又年青啦，可以唔瞓覺做嘢都得㗎啦，係嘛？所以晚晚通宵達旦去度劇本，去拍一啲好戲。咁後來我哋招兵買馬啦，所以係我哋個奮鬥房變成7人小組啦。即係除咗我哋三個老闆之外咧，又多咗徐克啦、施南生啦、曾志偉啦、太平羅賓啦。咁我哋慢慢度劇本。有一間好細嘅奮鬥房作為起點啦，到咗後尾再添4員大將 ，totally 有7位貴才啊，各展所長，形成咗一個香港影壇嘅新勢力。佢哋用咗集體創作嘅形式，以娛樂觀眾咧作為首要目標。咁佢哋咧不停通頂咁樣度出好多新橋啦，就創作咗好多咧都市感同埋節奏感更加強嘅電影作品，就令到觀眾咧覺得耳目一新啊！其實嗰陣時新藝城就行緊一個叫監製嘅制度，我哋係集體監製。嗰個劇本由奮鬥房出嚟之後咧，導演係唔准改嘅，咁所以咧就嗰個電影就幾乎係集合咗7個人嘅智慧咧去拍出嚟，咁又冇得改咧，咁所以又成績係好好。於是乎就喺80年代咧，新藝城嘅裏邊可以講咧係全部都年青人，因為嗰陣時候冇一個人係超過40歲，嗰陣時都係20零歲、30歲咁喺晒新藝城裏邊去奮鬥嘅。咁我哋拍出嚟啲嘢咧又比較新咧，我哋啲題材又喺嗰個時候嚟講咧都算係創新嘅啦。新藝城7位主腦都好有市場嘅觸覺㗎。黃百鳴先生諗起佢幼時嘅記憶，佢覺得新年應該拍一啲合家歡嘅電影，所以咧佢就揾咗大卡士拍一啲熱熱鬧鬧嘅賀歲片啦，亦都拍一啲有趣輕鬆嘅愛情片。當時咧拍咗好多上乘嘅作品㗎，令到新藝城喺當時咧係如日中天。嗱，咁啊講起賀歲片呢個係講翻我自己嘅童年回憶啦。咁啊，因為細個咧就係唔係咁多有機會入戲院嘅，咁但係過年咧，屋企人咧就一定會全家人買飛去睇一套戲嘅，即係有咁嘅習慣嘅。咁而且我細個嗰陣時記得過年睇嘅戲咧，通常咧都係大團圓結局嘅，開開心心嘅。咦，咁我就覺得呢個就係過年必然要睇嘅電影啦。咁因為即係我哋一家人可能帶埋阿嫲嫲去睇啊，咁所以一定係有啲好吉利嘅嘢啊！你唔會喺過年嘅時候睇到有兇殺啊，睇到一啲鬼怪啊！即係嚇親人啊！咁唔會嘅，通常都係好吉利啊，係合家歡嘅。咁呢個印象咧就潛移默化，咁所以到我哋搞電影公司嘅時候咧，已經覺得農曆年嘅檔期咧應該搞多啲合家歡嘅電影。咁因為嗰個時候咧，啲觀眾買飛咧唔係買2個啦，因為如果你愛情片就買2張飛啫。如果你係合家歡電影，應該買行位噶嘛。咁所以整下咧就變咗有所謂
賀歲片嘅情況出現，就係專係拍一啲即係一家大細都啱睇嘅電影。新藝城影業咧，佢係從細成本嘅電影出發，但係迅速發展啊，咁令到新藝城出品，觀眾有信心，變成一個家喻戶曉嘅口號啊！咁已經70幾歲嘅老大哥邵氏兄弟有限公司，佢又用啲咩獨門秘笈，令到佢成為香港影壇嘅中流砥柱呢？對於呢個問題呢，我哋好元老級嘅監製黃嘉熙先生有好多嘢想講啊！你好，好開心見到你啊！你睇緊乜嘢啊？睇緊劇本啊，《中華丈夫》嚇！係啊，呢個戲我哋喺1977年拍嘅。哇！呢個劇本係手寫㗎，係啊我都係第一次睇到手寫嘅劇本啊！我要小心啲啊，係文物嚟嘅，小心啲噃。嘉熙哥係啊啊，邵氏都有70幾年咯。呢個講法啱一半，啱一半。因為邵氏喺1921年嘅時候咧，喺上海天一公司就係邵氏兄弟嘅前身啦。所以如果計18年嚟講係啊，有100年喎。係啊。哇！會唔會破世界健力士大全㗎？有冇影視公司超過100年？有，一定有。我聽講邵氏公司係乜都有㗎嘛，係一條龍服務啊。點樣一條龍咧？係啊，邵氏公司一條龍服務係由1963年開始。所謂一條龍咧就係嗱，我哋先有個劇本。劇本嘅時候咧，揾邊個導演啦，用咩演員啦，然後要搭啲咩佈景啦，咁就跟住咧就拍戲，拍咗嘅戲咧就交俾我哋嘅黑房沖印。沖印完之後咧就拎去剪接房，剪接房剪好之後咧就俾導演睇過。所謂嘅 rush copy 第一個 copy 冇問題啦，咁我哋攞去配音啦。配音咧就係先配對白，跟住對白配完之後咧，我哋收緊佢之後咧就拎去配效果，跟住配音樂，然後咧3條聲片咧 mix 成埋咧就去印彩色 copy。哇！第一個彩色 copy 印咗出嚟之後咧，俾老闆睇過，老闆認為冇問題啦。當然導演都要睇啦。冇問題啊！咁我哋就大量印copy，就寄到去全世界。果然係邵氏出品必屬佳片。係啦。咁係咪到嗰陣時都簽咗好多演員啊、導演啊？係啊！我哋喺台灣、喺國內或者喺世界各地簽咗人翻嚟咧，就因為我哋唔想佢拍咗第一個戲紅咗之後，就俾第二個人拎咗去，第二間公司拎咗去。咁都係我哋專有嘅，所以除咗導演、演員，我哋簽有基本嘅，再加上咧，我哋攝影師喺台灣嚟嘅，喺外國嚟嘅，我哋都簽咗佢。簽咗佢不特止喎，因為佢嚟到住邊度啊？好似而家咁，而家話我哋簽啲外勞，又要揾地方俾佢住。但係當年1960幾年，我哋已經有起宿舍嘅年頭咧，宿舍就俾所有嘅演員、導演、攝影師啊，所有嘅人住，所以咧乜嘢都有㗎。當年邵氏公司，所以就算嚟到香港拍嘢都好，都會覺得好安心，起碼即係住嘅地方有啊，變咗去做事都會好安心咯。係啊，同時因為我哋嗰陣時，我哋喺清水灣，如果交通唔係好方便，如果佢哋住喺市區咧，拍戲好唔方便。係啊，尤其所以住喺宿舍咧，行上去就係片廠啦，所以樣樣都好方便。咁我想問下咧，一條龍服務咧，會唔會有埋宣傳同埋發行嘅咧？當然有啦，當時我哋邵氏有喺香港有自己嘅戲院，當然亦都有自己嘅宣傳部啦。咁我哋要幾時上戲，我哋自己可以去宣傳咯。我記得咧，邵氏嘅戲咧都喺台灣係有上映過㗎，係咪啊？係啊，因為我哋香港拍咗戲，最主要寄去兩個地方，一個台灣，一個新加坡。另外其他全世界各地都有。係咯，我聽講嗰陣時邵氏電影喺台灣票房都好好㗎喎。因為我哋又係好似香港咁啦，好多我哋自己有本身嘅基本戲院，喺台灣有自己基本嘅宣傳部，
咁我哋就係將所有嘅戲去到嘅時候咧，我哋當然要配國語咧，因為台灣講國語嘅。配完國語之後喺適合台灣嘅市場咧，喺嗰度放。當時台灣嘅香港嘅電影，我哋嘅電影喺台灣非常之受歡迎。我記得有套戲咧喺台灣係好轟動嘅，嗰套係邊套戲啊？哦，嗰套係1963年李翰祥嘅《梁山伯與祝英台》。我記得我細個時咧，我爸爸媽咪咧成日喺度對唱嗰首歌㗎，好好聽㗎。係啊，嗰套戲好轟動啊！阿凌波去台灣嘅時候咧，真係萬人空巷，水泄不通嘅嚇，非常之受歡迎。同埋我想問咧，咁多個部門一齊協助啦，一齊合作啦，咁溝通之間係咪都好順暢嘅？你哋點樣溝通嘅咧？嗱，我哋係咁嘅，我哋每日2點鐘咧有一個製片會議，所有嘅部門啲人，包括佈景師啊，每一個戲嘅製片啊，木泥七鐵搭佈景嗰啲人啊，包括道具化妝，所有都坐喺度，開會，大家有咩問題、有咩難題喺個會度講出嚟。嗰個會咧當時就係方小姐主持嘅，咁我有幸坐喺側邊咧，咁就係大家有咩問題，大家拎出嚟講，因為聽日要拍啲咩戲，聽日要用咩演員，有冇演員有冇撞期喺嗰度講晒出嚟，因為好多演員一生兼幾個戲，可能會撞期，所以前期嘅安排都好緊要，會現場鬧交㗎。會，只有現場蛇王嘅啫。即係大家都係自己人啦，所以傾起上嚟都好方便啦。係啊，個個都好齊心啊，好合作，所以邵氏能夠 last 到成你哋所講嘅70幾年咧，係有佢嘅原因。經過佢哋一番傾談之後，梁太就擔任咗電影公司嘅老闆，而太極羅賓亦擔任公司嘅製作總監。於是乎，便有咗支援新浪潮電影嘅珠城電影公司。因為阿 Teddy Robin 係我啲同學嚟嘅，咁阿 Teddy 嚟公司揾我，佢同我講佢想出嚟拍電影，佢嗌我支持佢，開一間電影公司，咁我又覺得好出奇，但係又好吸引，因為自己未嘗試過，因為我本身係做緊生意，咁但係呢啲係另類嘅一門嘅嘢嚟，咁我又應承佢。其實我嗰陣時對電影一啲都唔識，拉咗陳欣健入嚟幫手，即係度嘢，咁就好短時間阿 Teddy 就可以俾到一個古仔。我係只係中意睇戲嘅啫，唔知道幕後係乜嘢嘢㗎。梁太咧雖然唔係好熟悉台前幕後嘅操作，同埋佢資金唔係好充裕啦，但係咧佢對電影好有熱情嘅。而泰迪羅賓先生咧亦都冇辜負到佢嘅期望啊！佢交出咗《點指兵兵》啦、《山狗》啦、《救世者》啦、《回月的故事》啊，呢4套好好嘅電影。因為 Teddy 係我同學嚟㗎嘛，咁所以我信佢。午夜場嗰陣時都唔係好緊張啊，因為第一部戲嗰陣時資金唔係好多啫，咁所以我又唔忍心話攞翻啲錢啊走人啊，咁我就同阿 Teddy 講，哇，你哋連本帶利再繼續啦咁所以就 Teddy 幫我拍咗4部，佢係好盡責，所以4部個效果都好好嘅，出嚟個反應好好嘅，因為阿 Teddy 想自己去諗，想自己做。咁我又冇乜所謂嘅。泰迪羅賓先生離開公司之後，梁太需要物色新嘅伙伴，撞啱麥當雄先生需要自組公司，所以2個咧就一拍即合啦。睇到報紙，阿麥當雄同公司拍台劈炮，咁我個心我又靈機一觸，揾阿麥當雄，我就好開門見山話：我睇到報紙，知道你同公司有拗撬。出嚟會自己做嘢，
我話我想同你合作，我話我哋可唔可以飲杯茶？咁佢話即刻就約出嚟飲茶，咁就一杯咖啡時間。當時我都即係已經薄有名氣啦，公司，咁佢就好啊，咁就即刻佢諗咗個故仔俾我。麥當雄先生用咗半紀實嘅風格拍攝，佢大膽拋棄咗所有卡士，用咗全新嘅班底拍攝咗問題少女題材嘅電影《靚妹仔》。咁呢個咁大膽嘅行為，竟然換嚟千萬票房嘅好成績啊！同埋咧，佢將女主角捧上金像獎影后嘅寶座啊，開創咗香港寫實電影嘅先河。佢第一句就話：佢梁太我諗你要諗下，因為我呢部戲冇明星嘅，咁我即係講咩啊？佢啊講而家時下一個社會問題就係啲靚妹仔同埋啲靚仔，我又好奇怪，我話好啊，我唔介意喎，我覺得幾好啊，咁我哋繼續諗埋佢咯，咁就出咗呢個靚妹仔啦。咁靚妹仔仲爆得緊要。即係直情爆係票房同埋個輿論同埋個業績都爆晒。毛毛，我想問下你，你話你咧自細就係香港電影嘅 fans， 咁有咩令到你咁中意香港電影呢？我覺得香港電影嘅特別之處咧，除咗佢好有香港特色嘅街景啦、服裝、化妝同埋對白之外咧，最緊要就係台前幕後所有工作人員嗰種團結嘅精神同埋濃濃嘅人情味啊！我覺得呢個先係香港電影嘅無價之寶。有好多演員，有啲演員喺我屋企住成個月都有啊！有陣時有啲又移咗民啊，翻到嚟香港就住喺我屋企。好多個都係咁嘅，因為喺香港嘅時候咧，大家就算冇話喺度做緊嘢㗎，其實純粹一個朋友。咁我哋就打麻雀啦，BBQ啦，咁啊，因為我屋企可以有個花園啊嘛，咁啊個個朋友電影圈裏邊好多個啲好朋友嘅生日。都係我屋企做生日嘅。阿林青霞打電話俾我，梁太啊，我青霞啊，想揾二玲，二玲喺咪度？我話係二玲，即係金燕玲啊。二玲喺英國啊嘛，你冇去電話咩？佢唔係啊，佢嚟咗你屋企啊。佢琴晚話俾我聽喺你屋企瞓啊嘛。啊，係啊，哦，你等一等啦咁。我就揸個電話走上個客房敲下門，阿二兩個敲門，哦，電話咁就係咁嘅啫，好搞笑喎！但係我哋係真係好好朋友。嗰陣時電影圈我好開心，同埋幾團結㗎。我係好似一個大姐姐咁咯。佢哋係叫我阿媽㗎，即係呢幾十年都係，真係咯。好似朋友變咗，好似一個親戚咁。好多謝3位前輩嘅分享，令年青人置身於流金歲月，領略到3大電影巨頭嘅壯大發展。雖然呢個時候香港電影發展得如日中天，但係佢哋都意識到自己嘅不足，同埋咧都意識到發展去到一個樽頸位，唔知佢哋會點樣應對呢？同埋新藝城喺嗰個時候咧，除咗個題材夠膽去創新之外咧，另外咧我哋會引入咗好多外來嘅技術嚟到彌補自己嘅不足嘅，譬如最佳拍檔，我哋要好多飛車嘅鏡頭。咁當時香港都有飛車，但係當然你唔夠荷里活啦，或者唔夠外國嗰啲咁好。咁我哋就去請荷里活嗰啲卡斯登過嚟做飛車，甚至乎嗰時澳洲有一套電影係 Mad Max 做嘅飛車都好勁，我哋都邀請佢過嚟咧嚟協助我哋拍攝。自身嘅問題啦，再加上大環境嘅影響，都影響到電影人嘅一呼一吸嘅。1990年中後，由於翻版錄影帶泛濫，再加上金融風暴，令到香港電影由盛變衰，製作越嚟越少。當時大家都話香港電影已死，但係黃百鳴先生另覓途徑，邁向內地嘅廣告市場。佢拍咗同內地合拍嘅動作片，成績都唔錯㗎。香港有一個輝煌嘅時間，
80年代啦，我正係講好輝煌。咁後來因為有盜版嘅出現啦，咪亦都令到香港亦經過一個黑暗嘅時間。咁去到2004年 CEPA 嘅出現咧，咁就因為內地嘅市場正式開放啦，咁我哋可以以合拍片嘅形式咧喺內地發行分賬，咁就帶俾香港一個春天。講起合拍片咧，鬼才導演同埋香港才女呢個組合，大家一定唔陌生啦。冇錯啦，佢哋就係徐克導演同埋施南生女士，佢哋都係新藝城嘅七怪嘅成員嚟㗎。咁佢哋一個負責電影拍攝，一個負責宣發啦同埋融資啦。咁佢哋互相咧一齊拍住相嘅。嗰陣時咧，佢哋以秦俑呢套電影開創咗合拍片嘅先河，跟住又拍咗《狄仁傑之通天帝國》啦、《智取威虎山》啦同埋《黃飛鴻》㗎。咁啊攞到3座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獎嘅，同埋咧內地觀眾好熟悉嘅票房係高達57.7億嘅《長津湖》，都令佢哋攞到金雞獎最佳導演獎啦。黃百鳴先生、黃嘉熙先生、梁李少霞女士分別係3間電影公司嘅始創人同埋核心成員，佢哋分別展示咗唔同嘅風格同埋經營策略。而我咧都從3位老前輩身上學到香港電影人逆境自強嘅精神。咁下一集我哋會初步介紹香港電影行業唔同崗位嘅職責，同埋佢哋之間係點樣配合合作嘅。來吧，來吧，來吧，我是電影人。